爷爷，您这是听的此话？赵坤不解，可赵坤话还没有说完，赵匡风仪却是脸色大变，一把抓住赵坤的衣襟，将其提了起来，一脸紧张，大声地说道：“爷爷没有与你开玩笑，此话你要牢记。日后遇到楚风，最好绕着他走，如果实在绕不开，也要笑脸相迎，绝对不能与他为敌，听见没有？”这一刻，赵坤一脸呆滞，一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最终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尽管他直到此刻都不知道他爷爷为何会这般，可是他却真的被吓到了，因为他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爷爷这般。在他眼中，那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爷爷，眼中竟然涌现出了一抹恐惧。恐惧何人？那定然就是楚风啊！再次联想到拓跋长老与九玄宗银发老者对楚风那怪异的殷勤举动，他似乎终于懂了一些。爷爷，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有人替楚风出头了？最终，赵坤还是问出了自己的心中想法。赵匡风一点了点头：“是谁啊？”赵坤问道。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够把他的爷爷和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依旧九玄宗的长老吓成那个样子。尊者境。赵匡风一说道。听得此话，赵坤也是脸色大变，已经无需知道是谁，只需知道尊者境这3个字便足矣，因为那的确是一个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莫说是他们，怕是整个大千上界都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一位尊者境的高手。尽管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人都走了，可是星翼长老和夏雨儿却留了下来，他们2个是要陪着楚风前往鬼宗殿的。途中，夏雨儿看向楚风的目光就变得很是复杂，想必是他暗中与星翼长老进行了沟通，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前辈，究竟发生了何事？可否告知于我？楚风好奇地问道。他知道一定是在他们还在传承窟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而身为这件事的中心人物，他自然不希望被瞒在鼓里。可楚风此话一出，星翼长老却是一脸的惊讶，问道：“楚风小友，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何事？”晚辈真的不知。楚风说道。见楚风并不像是在开玩笑，星翼长老便把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楚风。当然，星翼长老并没有说星陨圣地和九玄宗想要对付楚风的事，毕竟他也是星陨圣地的人，多少还是要维护一下自家势力的形象。果然，我就说那些家伙不会好端端的对你那么好，搞了半天是有人威胁了他们。得知真相，女王大人顿时怒容。就算星翼长老没说星陨圣地想对付楚风的事，可女王大人和楚风却也都猜得到，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包括那赵匡风应该都是准备对付他的，不然好端端的那个老妇人为何要出面威胁他们？但是眼下，楚风最好奇的是，那个老妇人究竟是谁？为何要帮自己？楚风的印象中，可从来没有和这样一个人有过交情才是。只是莫说楚风不知道，就连星翼长老他们也都不知道那个老妇人究竟是谁。毕竟整个大千上界，尊者境的强者寥寥无几，可是那些人中却没有一个是老妇人，全部都是男子。可就在这时，阵阵雷鸣一般的声音自远处炸响，仔细听来，那非雷鸣，而是鼓声，有人在敲鼓，且声势极大。楚风动用天眼，向鼓声传来方向观望，几乎同时，星翼长老与夏雨儿也是观望而去。3人都能看到一片金色雾气遮天蔽日的在虚空之上飘动，速度极快。鼓声正是传自其中，那雾气很是利奥的，具备着屏蔽视野的力量，哪怕特殊手段也看不透。若不是法宝，便是有修武高手手段，所以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无法看穿那雾气之内究竟是何方神圣。虽然看不到人，却隐约间能够看到，自那金色雾气之中，一面面大旗隐约间浮现。那旗帜同样为金色，上面以绿色的字体写着4个大字：金石王族。金石王族的人居然也来了！星翼长老脱口而出，而那金色的雾气很快，竟然比星翼长老的速度还要快，很快便消失在了楚风等人的视线之内。而他所前去的方向，刚好也是楚风等人前去的方向。金石王族，这是什么来头？楚风问道。在祖武星域有着一个最小的上界，那个上界上面的所有土地里面、山石里面都蕴含着一种矿石，那矿石与金子很像，可却有所不同，因此被誉为金石上界。金石上界远古之后就一直被一个特殊的族群所统治着，他们似人非人，似妖非妖，便是金石王族。星翼长老说道。竟然是其他上界的，难怪实力如此利奥的。只是他们前去的方向也是鬼宗殿，莫非他们与鬼宗殿关系交好？楚风问道。非也，他们与鬼宗殿似乎并没有什么交情，不过他们应该的确是前往鬼宗殿的。看来这一次鬼宗殿有某种宝贝，他们很感兴趣啊。星翼长老说道。听得星翼长老这样说，楚风也是目光一动，看来这鬼宗殿的拍卖大会远比楚风想象的要厉害，不然不会连那金石上界的霸主都被惊动来。本来楚风只是想卖掉那个秘籍，但是现在他却对这个拍卖会有了不小的期待。在一番赶路后，楚风与星翼长老终于来到了鬼宗殿。来到鬼宗殿后，楚风都不必拿出鬼仇老人赠予他的令牌，毕竟以星翼长老的身份，只要他来到此处，就会立即如上宾一般被招待。可是当鬼仇老人得知楚风来到他鬼宗殿后，便立即来看望楚风。跟随而来的还有一个大人物，此人身高2米，浑身漆黑。可奇怪的是，他与鬼宗殿的人不同，竟然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之所以穿白色的衣服而不穿黑色的服饰，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身体漆黑，若穿上黑色服饰会让人看不清他吧。可是他这么黑，穿上白色的衣服只会把他显得更黑。不仅黑，此人还很丑，他的丑到是与兽人有些接近。不过别看此人丑，他的气息却非常浑厚。星翼长老在他面前都是弱了不少，而此人乃是鬼宗殿的殿主。最重要的是，鬼宗殿殿主并不是来见星翼长老的，而是来特意见楚风的，甚至还特意将楚风接待到了一个宫殿内，单独接见楚风。楚风小友，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望不要嫌少。鬼宗殿店主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店主前辈，这晚辈不能接受，我是来拍卖的物品的，怎么还没开始拍卖，您就送我东西？楚风并未接过，只是一点小小的见面礼而已，又不贵重，你若不接受，那就说明你嫌少。鬼筹，再去多取一点来。鬼宗殿店主对其身后的鬼筹老人授道。是。鬼筹老人说话间便准备转身。鬼筹前辈，请等一下。见状，楚风赶忙开口阻拦，随后对鬼宗殿店主说道：前辈，晚辈绝对不是嫌少，只是不接受便是嫌少。鬼宗殿店主笑道。这一刻，鬼筹老人也笑了，说道：楚风小友，我家店主是真心想与你结交的，你就接受吧，不然我就真的要去再取一些了。既然如此，那晚辈便不客气了。楚风最终还是将这乾坤袋接了过来。接过来后，楚风发现这乾坤袋内只有一种物品，仙武石。所谓的仙武石，楚风来的路上曾听新一长老提起过，这仙武石是一种极为珍贵的矿石，其中不仅蕴含着浓郁的武力，还蕴含着结界之力，甚至还能够用来锻造兵器，价值不菲。在这鬼宗殿的拍卖大会上，拍卖的物品都是以仙武石为拍卖单位的。据新一长老所说，一件普通的仙兵只需1万块仙武石就可以拍卖下，由此可见这仙武石的价值当真不凡。而此刻这乾坤袋内的仙武石竟然有着足足10万克，也就是说鬼宗殿店主相当于将10件仙兵送给了楚风啊。虽然对于现如今的楚风来说，10件仙兵已经不算什么，可仙兵的贵重，楚风却不能否认。初次见面便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楚风仍是受宠若惊。正所谓无功不受禄，那人家的手短啊。前辈，您这见面礼太贵重了，莫非您是有事需要楚风帮忙？楚风问道。楚风小友啊，不要想那么多，其实先前鬼筹已经说了，我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我只是真心想要结交你罢了。这次拍卖大会倒也有一些宝贝，你若是有喜欢的，就可以直接拍下。鬼宗殿店主说道。都有怎样的宝物？楚风好奇地问道。他一直对鬼宗殿充满好奇，因为楚般若那个恶之人身亡的地图就是从这鬼宗殿买走的。虽然根据楚般若的说法，卖给他地图的人并不是鬼宗殿的人，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神秘人，可毕竟也是鬼宗殿提供的渠道，所以楚风总觉得鬼宗殿应该有着某种特殊的渠道，能够搞来一些稀奇古怪的宝物。按理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该说的，不过楚风小友既然问了，那老夫总不能遮遮掩掩。今日我就破例子，其他的我就不说了，但真正有价值的拍卖物品有2件。随后鬼宗殿店主真的对楚风讲述了这次拍卖会的2件压轴级拍卖物品，其中一件是品质极好的仙兵，名为9凤仙刃。据说这9凤仙刃是以9根凤凰的羽毛打造而成，而凤凰可是传说中的神兽，所以哪怕只是9根羽毛，却足以让这仙兵具备极强的威力，并且这9凤仙刃还是出自祖武星域最强界灵师梁丘大师的手中，所以这9凤仙刃无论是品质还是名声，都可谓是仙兵中的最佳。只不过哪怕这9凤仙刃的品质再好，可是在楚风看来，可能也就是与楚风从剑道尊者墓得到的那把剑道仙弓一个级别，绝对不可能超过剑道仙弓。而这剑道仙弓自然就是楚风在剑道墓内所得到的那把品质最好的仙兵，那把弓乃是剑道尊者生前所用。剑道仙弓原本无名，正是因为剑道尊者所用，所以才被人命名为剑道仙弓。而那剑道仙弓的品质也绝对堪称仙兵中的绝品之作，在剑道尊者那一手超然的剑术之下，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所以相比于那9凤仙刃，在整个大千上剑，这剑道仙弓其实名声更响亮，如今已经被列为是传说级别的仙兵。只是任凭是谁都想不到，那剑道仙弓消失那么久后，竟然会被楚风得到。楚风坚信，若是他将剑道仙弓拿出来拍卖的话，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影响力会超过今日鬼宗殿压轴的这把9凤仙刃。可是楚风迟早也会踏入天仙，那个时候他也需要强力的仙兵，所以楚风自然不会将剑道仙弓拿出去拍卖，而是留着自己用。试问有这样的仙兵在手，楚风又怎会对那9凤仙刃感兴趣？但是另外一件压轴级的宝物，楚风倒是颇感兴趣，其中一件叫做灵兽秘宝图。相传这灵兽秘宝图整个祖武星域只有8个，它的主人是谁，没人知晓。可是之前这灵兽秘宝图已经出现了6个，那6个灵兽秘宝图每一个都记载着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秘境，那秘境内便蕴藏着传说中的秘宝。而此次放在鬼宗殿拍卖的这一个灵兽秘宝图是第7个，所以它只要出现，一定会引起轰动。只不过根据鬼宗殿店主的提醒，这灵兽秘宝图可不是说界灵师就能开启的，想要开启它也需要一定的缘分，无缘之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将它开启。这也是为何这第7个灵兽秘宝图的主人要将它拍卖掉的原因。但是对于这种东西，楚风还是非常的向往，于是问道：前辈，这灵兽秘宝图的起拍价是多少？楚风小友，你不会真的对这灵兽秘宝图感兴趣吧？鬼宗殿店主问道。晚辈的确是颇感兴趣，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实不相瞒，这灵兽秘宝图的前任主人却已经把这灵兽秘宝图会在此处拍卖的消息传了出去，此次很多人就是奔着这灵兽秘宝图而来的。这灵兽秘宝图的起拍价格其实不是特别高，在100万仙武石，可在我看来，它最终的成交价格很可能会在1000万仙武石左右。鬼宗殿店主说道。1000万仙武石，也就是相当于1000件仙兵。楚风问道。若用普通仙兵来衡量的话，的确如此。鬼宗殿店主说道。那前辈，那9凤仙刃的拍卖价格又在多少？楚风问道。灵兽秘宝图就算能够打开，能够秘境，可谁也不能确定秘境内有着怎样的宝物，所以灵兽秘宝图还是充斥着一定未知性的。可是这9凤仙刃
却是货真价实摆在那，所以九凤仙刃的起拍价格就在1000万仙50。以我的经验来看，最终的起拍价应该会在1500万仙50左右。鬼宗殿店主说道：“那前辈，依你看，我这仙兵能值多少仙50？”楚风说话间，将一件银色的长枪自乾坤袋内取了出来。楚风在剑道尊者墓内所得到的仙兵，除了剑道仙宫外，个个品质不凡，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楚风小友，你这仙兵是少见的极品啊，虽然谈不上绝品，可以是仙兵中的极品之作，远非普通仙兵可比。鬼愁老人说道：“的确是少见的极品。”鬼宗殿店主说道：“前辈，依你看，如果拍卖能卖到什么价格？”楚风问道：“如果拍卖的话，如果运气好，能够拍到100万仙50，就算运气不好，保底也可以卖出50万仙50。”鬼宗殿店主说道：“那前辈可以在您这里兑换吗？”楚风问道。楚风听新一长老说过，鬼宗殿除了负责拍卖物品、收取佣金之外，他们也会直接进行收购，只不过这个价格会稍微低一点。而楚风想要尝试着拍一下那灵兽秘宝图，所以他想直接用仙兵换取仙50，从而等下在拍卖场进行拍卖。当然可以，楚风小友，若要兑换的话，这种品质的仙兵，我可以出60万仙50。鬼宗殿店主说道：“只要是这个品质，就是60万。”楚风问道：“多少都可以？”鬼宗殿店主说道：“前辈，那就有劳了。”楚风说话间，又取出了29件同品质的仙兵。这一刻，莫说鬼愁老人一脸惊色，就连鬼宗殿店主也是满脸的震惊。楚风小友，你可真是深藏不露，身上竟有这么多的宝物。要知道，这种数量的极品仙兵，可是多少势力都不具备的啊！鬼宗殿店主说道：“前辈，可以兑换吗？”楚风问道：“可以，当然可以。每件60万仙50，30件便是1800万仙50。鬼愁，去取仙50来。”鬼宗殿店主说道：“遵命。”鬼愁老人说话间，便转身离去。没过多久，当他再度回来时，手中多出一个乾坤袋，而这乾坤袋内刚好是1800颗仙50。多谢前辈了。楚风将这1800万颗仙50收了起来。楚风小友，你此次前来，应该不光是为了拍卖物品，应该也有物品要卖吧？鬼宗殿店主说道。当然。楚风说话间，将那传承秘籍拿了出来。而除了那传承秘籍外，楚风也是取出了不少物品进行拍卖。这些物品几乎都是从剑道尊者墓得到的，有些东西稀奇古怪，看上去值些钱，可是对楚风来说却没有什么用。楚风就干脆拿出去一部分进行拍卖，反正留着也没用，万一能卖出个好价钱呢？随后，鬼宗殿店主又与楚风闲聊了一番后，楚风便离去了。毕竟要事已经做完，他也不能让新一长老和夏雨儿一直等着他，毕竟那两位可是陪同楚风过来的。只不过当楚风离去之后，鬼愁老人却是愁眉不展的问道：“店主大人，楚风小友的仙兵虽然价值不菲，的确是仙兵中的极品，可就算拍卖，成交价格基本上也就在50万左右，甚至还达不到。您怎么用60万仙50的价格收购，拉拢人心，不付出一点代价怎么行？别说亏了区300万仙50，若能交下这楚风3000万仙50，我也愿意出。”鬼宗殿店主说道：“店主大人，您真的觉得这楚风是楚轩辕的后人？”鬼愁老人问道。他非常清楚，他们店主大人之所以这般看好楚风，并非没有原因，而这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家的店主大人觉得楚风乃是楚轩辕的后人，名字一样，神罚玄功一样，就连长相也是如此的相似，错不了，一定就是了。鬼宗殿店主说道。可是传闻楚轩辕的儿子已经死了，而且楚风也从未承认过他是楚氏天族族人，更未说过他是楚轩辕的儿子。鬼愁老人仍有些怀疑，当楚风第一次名扬的时候，大千上界便有无数人猜测楚风就是楚轩辕的儿子，只是渐渐的很多人都否定了这种猜测，而否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早就传闻楚轩辕的儿子死了，世人还是不够了解楚轩辕啊，他的儿子怎么会死呢？鬼宗殿店主笑着摇了摇头：“店主大人，如果楚风真的是楚轩辕儿子，为何楚轩辕不现身？他当年又为何情愿被楚氏天族责罚关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鬼愁老人充满不解。在很多人看来，当初的楚轩辕实力绝对在楚氏天族之上，可面对楚氏天族的责罚，楚轩辕却选择了屈从，这让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了很多传闻，最多的传闻是楚轩辕变弱了，无法与楚氏天族抗衡，所以才屈从接受责罚。可也有人觉得楚轩辕是另有打算，比如鬼宗殿的店主就这样认为，鬼愁老人也这样认为。那样的男人，怕是苍天都不知道他究竟想这些什么吧？鬼宗殿店主感叹道：“对了，此次拍卖大会，我鬼宗殿来了不少人物，蛮横无理之辈也是有着不少，一定要确保楚风的安全，至少在鬼宗殿内不能让他有事，知道吗？”忽然，鬼宗殿店主说道：“店主大人尽管放心，晚辈早就安排好了，在鬼宗殿内没人可以伤害楚风。”鬼愁老人说道：“眼下楚风已经和新一长老以及夏雨儿再度相聚，楚风拍卖大会还有些时间，不如我们去赌石场玩玩吧。”夏雨儿说道：“赌石场是什么地方？”楚风好奇地问道：“仙50你知道吧？但是仙50怎么开采出来的你知道吗？”夏雨儿玩道：“不知道。”楚风摇了摇头。仙50的开采非常有难度，因为它和黑晶石在一起，黑晶石不仅异常的坚硬，数量还远在仙50之上。仙50往往是被黑晶石包裹着的，而黑晶石却绝对不仅坚硬那么简单，它们还能隔绝一切观察手段，界灵师的观察手段根本无效。因此倒是兴起了一种玩法，就是赌石。所谓赌石，就是把仙50和黑晶石的矿拿出来售卖，价格根据体积不同也是有所不同。但之所以说是赌石，那是因为可能你切开一个小山大小的黑晶石，里面全部都是黑晶石，连一点仙50都没有，但也可能你切开一个西瓜大小的黑晶石，里面全部都是仙50，
黑晶石只是一点皮毛，正因为有着赌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种玩法被称为赌石。我曾经伪装身份，偷偷的玩过2次，特别有趣。只是我的运气不太好，输得比较惨。夏雨儿笑嘻嘻的说道。看着这样一脸孩子心性的夏雨儿，楚风倒是有了一种使命感，就好像如果不陪她去玩，就是辜负了她一样。而这样的美女岂能辜负？好，我们就去赌石场逛逛。楚风说道。好好好。见楚风答应，夏雨儿竟连说3个好字，看得出来对于这个赌石场她真的是非常的有兴趣。随后楚风、夏雨儿、新一长老3人便前往了赌石场。因为赌石场不仅是供来此的客人所用，其实也是鬼宗殿一个重要的盈利场所，几乎每一日都有大量的赌徒聚集此处，沉迷于赌石之中。有人为此荒废修武之道，有人更是输得倾家荡产。由此可见，赌石的魅力绝对非同一般。虽然赌石场有专门为赌徒提供的入口，可却也在鬼宗殿之内，所以倒不是很远。很快楚风3人便来到了这所谓的赌石场，他也终于见到了所谓的黑晶石。这黑晶石通体黑色，黑道光芒扫射都会映射光芒。楚风尝试用结界手段观察了一番，还真是无法看透这黑晶石。可是用天眼观察，楚风却发现有了变化。尽管天眼也是无法看透这黑晶石，可是天眼的作用绝非是透视这么简单。天眼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观察常人所观察不到的细节，是破解阵法，探寻藏地。而这黑晶石倒是也能看出一些蹊跷，只是楚风也不能确定他看的对不对，他还是要钻研一番才行。楚风，这里人太多了，咱们去第2层吧。夏雨儿说道。这所谓的赌石场其实是一座恢宏的宫殿，宫殿共分为3层。第1层所卖的黑晶石都是一些闲散的小石头，体积最大的也就是西瓜大小，最小的甚至只有土豆大小，因此价格也就相对低廉一些。而这第1层的人最多，几乎人山人海。夏雨儿不想在这里久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里的黑晶石太小，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人多眼杂。而夏雨儿和楚风如今又是大千上界的名人，自然不愿意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快看，那不是楚风吗？是击败了韩愈的那个绝世奇才。楚风身边的那位美女是谁？简直太美了，怎么会有如此美丽之人？这简直就不是人，而是仙女啊！那是星陨圣地的圣女，我大千上界的3大美女之一，夏雨儿啊！什么？夏雨儿？我竟然有幸看到了夏雨儿。然而夏雨儿的话还是说晚了，他们刚进入这赌石场就被人认了出来，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们。人海之中掀起浪潮，向楚风和夏雨儿的方向汇集而来。可就在这时，新一长老却是轻咳了一声，尽管他咳嗽得很轻，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听见。新一长老是8仙之首的新一长老，有眼尖之人认出了新一长老，而听了新一长老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不敢再向前靠近。原本喧闹沸腾的赌石场也是安静了下来。众所周知，星陨圣地圣女有星陨8仙守护，星陨8仙是何人？那可个个都是5仙级别的存在，新一长老更是星陨8仙之首，也是实力最强劲的一位。在他的面前，多少大人物都要让其3分。他们这种级别的人又怎敢造次？麻烦诸位道友让路，我家圣女想去第2层。新一长老说道。新一长老此话一出，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之中顿时闪开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正是通往第2层的。随后楚风3人便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来到了第2层的入口。这第2层入口是有人把守的，这是一位年迈的老者，他不仅看着身手不凡，而他的实力也的确不弱，竟是5仙级别的存在。有这种级别的存在看守，老也看得出来鬼宗殿对这赌石场的重视。而这位长老镇守于此，倒也说明这第2层不是想进就进的。在他的旁边立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几个大字：100仙50。一位新一长老倒是轻车熟路，来到这长老身前，手中已经出现了300块仙50。新一长老，楚风公子，我家店主有交代，你们来此不必付费。那位长老说道。规矩就是规矩，替我们谢过你家店主了。新一长老面带微笑，还是将手中的300颗仙50放入了旁边的玉石盆内。那玉石盆虽然不大，可却具备着与乾坤袋相同的效果，甚至容量远在乾坤袋之上。那区300颗仙50丢入其中，立马被其吞噬。随后新一长老便带着楚风和夏雨儿登上了这赌石场的第2层。本来楚风等人觉得这100颗仙50会拦住不少人，毕竟一把仙兵的价值才1万颗仙50，这100颗仙50的价格其实已是不少，若是购买什么倒还好说，可是只是当做通行费用的话，可着实不便宜。可谁曾想他们2个还是低估了自己的魅力。在他们3人刚刚登上第2层，后面一大群人海便凑了过来，他们手中都准备好了100颗仙50，准备登上这第2层继续围观楚风和夏雨儿。可是谁曾想楚风3人刚刚上去，那位镇守此处的鬼宗殿长老却是大袖一挥，下一刻其身旁的牌匾上面的字体便变了，不再是100颗仙50一位，而是500颗仙50一位。这怎么变化这么多？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是啊，100颗仙50已经不便宜了，竟然变成了500颗仙50，500颗呀，够我开多少个黑晶石的了。看着那牌匾上变化的字，众人一脸的不爽。楚风公子和星陨圣地的圣女还不值得500颗仙50吗？上或不上，你们自己斟酌，但没有500颗仙50，休想登上去。鬼宗殿的长老说道。不得不说，鬼宗殿长老这一手的确是拦住了不少人。如果说100颗仙50还能勉强接受的话，那么500颗仙50的确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范围。可尽管这500颗仙50的价格拦住不少人，却还有一部分人愿意花这种大头钱，不为别的，就只为了
能够多看楚风和夏雨儿一会，要不然我们去第3层吧。眼见着那群人跟了上来，楚风对夏雨儿说道：“算了，反正有新一长老在，他们又不敢如何。更何况第3层的黑晶石价格太贵了，只是玩的话没必要。而这第2层的刚刚好。”夏雨儿说道。而就如同夏雨儿所说，这第2层的黑晶石比之第1层的确是好了不少，但是同时价格却也贵了不少。就论这周遭的黑晶石，最小的一块价格都在500颗仙50，而最大的一块价格则是在3000仙50，而这绝对不是此处最大的，自然也不是最贵的。由此可见，那第3层的黑晶石价格会在什么层次？新一长老、夏师妹，你们怎么也来了？可就在这时，一道惊呼忽然响起，定目一看，在这第2层的不远处，几道身影正向楚风等人走来。为首的那位乃是星陨圣地的圣子宋云飞，宋云飞的身旁则是极乐谷的任逍遥。除了宋云飞和任逍遥外，他们的身后还跟着星陨圣地和极乐谷的小辈，当然也有不是星陨圣地和极乐谷的小辈，但看那衣着打扮，应该也是出自名门贵族。宋云飞和任逍遥看到楚风后，眼中充满了幽怨的目光，尤其是他们2人看到夏雨儿就在楚风身旁，居然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宋云飞那眼珠子都快气掉了。宋师兄，我是陪同楚风公子来参加这次拍卖大会的，刚好无聊，所以就来这赌石场逛一逛。居然这要求，你们也在？夏雨儿说道。夏雨儿一如既往的温柔，也一如既往的客气，可是他那一句我是陪同楚风公子来的，绝对是刺痛了宋云飞的内心。楚风甚至能从宋云飞的眼中感受到浓烈的杀意，真是没想到夏师妹对这赌石也感兴趣。既然如此，那就随我来吧，师兄帮你挑选几块黑晶石，保准你不会空手而归。宋云飞说道。不用麻烦宋师兄了，我与楚风公子随便逛逛即可。然而对于宋云飞的好意，夏雨儿却毫不忌讳的拒绝了。是啊，拒绝了，并且拒绝的是如此的直接，这已经不是为楚风拉仇恨了，这简直就是在故意气宋云飞。毕竟楚风和宋云飞之间发生的事，他们都知道。夏雨儿哪怕什么都不做，宋云飞日后也一定会找楚风的麻烦，所以夏雨儿绝对是故意的。他是故意气宋云飞，是在帮楚风气宋云飞。哎呦，这下不妙了，这个丫头居然为了你连自家人都气，她该不会对你有意思了吧？女王大人笑嘻嘻的说道。算了吧，这丫头我可承受不起，谁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尽管现在楚风对夏雨儿的态度也是改善了许多，可是对于夏雨儿，楚风仍是有些防备，毕竟在她的身上，楚风是吃过亏的。师妹，你可莫要以为这楚风在结界之术方面有些本事，就觉得他玩这赌石很是擅长。这黑晶石之奇特，结界之术根本就看不破他。宋云飞说道。莫非宋师兄能看破？夏雨儿问道。这我倒是不敢说，可这黑晶石的确是有迹可循的。我虽不能说看透每块黑晶石，可至少有着70%的把握。宋云飞说道。宋兄，你太谦虚了吧？只有70%把握吗？依我看你是有10%把握。就在此刻，任逍遥开口了，且对夏雨儿说道。夏姑娘，你是不知道，宋兄他可是这赌石场有名的神眼啊，他看着黑晶石几乎一看一个准，从来就没看错过。你让他帮你看，绝对保你有收获，是吗？夏雨儿目露狐疑的目光，他毕竟是玩过的，可他之前玩却是输得很惨，而他倒也听说过，的确有人可以不用结界之术，以特殊的方法来判断这黑晶石。曾经这赌石场就出现过一位神人，他一看一个准，差点把这鬼宗殿赔到吐血，最后还是鬼宗殿殿主亲自出面赠予那位神人重礼，才把那位神人请走。否则那位神人若是继续留在此处，怕是会把鬼宗殿所有有价值的黑晶石都切开，让鬼宗殿这赌石场直接倒闭不可。虽然夏雨儿并不相信宋云飞能有那个神人那般厉害，可却也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掌握着某种技巧。只是夏雨儿又不想让楚风一个人待在这里，毕竟他很清楚楚风和宋云飞的矛盾，楚风不可能跟着宋云飞的。楚风看出了夏雨儿的感兴趣，于是说道。夏姑娘，我自己随便逛逛即可，你去吧。那楚风公子稍等片刻，我马上就来找你。夏雨儿说道。听得此话，宋云飞的眼神之中极度的光芒又涌现了出来，这可是自己的师妹啊，在世人眼中与他天造地设的一对，怎么对一个外人如胶似漆的？尽管很是不爽，但宋云飞却并未表现出来，而是对夏雨儿说道。师妹，跟随我来。随后宋云飞便你带着夏雨儿向第2层深处走去，而楚风则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见2人分开，跟随2人上来的众人也是分成了2波。换作往日，夏雨儿这样的美女绝对是最引人瞩目的，更何况还有宋云飞和任逍遥这种天才，按理来说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跟随着夏雨儿和宋云飞离去才对。可事实上是平分秋毫，上来围观的众人居然有一半人选择跟着楚风，这倒也看出楚风在人们眼中的重视程度。很快的，不远处便传来夏雨儿喜悦的笑声以及众人夸赞的声音。不用看，楚风也知道定然是宋云飞切开的黑晶石有着不小的收获。而楚风在走了一会后，最终在一块1米高的黑晶石面前停了下来。楚风公子，这块石头品相不好，不要开它，否则你会赔钱的。是啊，楚风公子，千万不要开它，相信我，我混迹这赌石场300年，几乎能够确定这种黑晶石里面毛都没有。真是的，这种毫无价值的黑晶石也摆在这里，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就是，太无良了。本以为这第2层的黑晶石品质会多么好，想不到竟然也如此的差劲。楚风还开口，他身后的人群之中便有人给他出起了主意，一口咬定楚风所选择黑晶石是一块废石。你们若是那么懂，也就不会还是这个穷样子了。一声讽刺的声音响起，这是鬼宗殿的一位长老，
当楚风上来后，他便手提一把黑色的长刀，跟随着楚风。那长刀名为开石刀，专门且着黑晶石的。之所以跟着楚风，就是等待楚风有选中的黑晶石后，好为楚风切开。哼，本来就费时，你怎么说都没用。对，这就是费时。楚风公子，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他就是在忽悠你呢。围观的众人自信满满，自认为火眼金睛，哪怕那长老讽刺他们，他们却也是不以为然，依旧坚定自己的看法。而对于众人的话语，那位长老则是轻笑一声，也不与他们吵嘴。毕竟在这赌石场内，除了贵客之外，其实更多都是赌鬼。这种人他们见多了，早就习惯了，也懒得与他们废话。前辈，能否帮我开一下这块黑晶石？楚风拿出800块仙武石，对鬼宗殿的一位长老说道。而这800块仙武石，则正是这黑晶石的价格。他最终还是决定尝试开这块黑晶石。楚风公子，你怎么不听劝？这真的是费时啊！见楚风下定决心，立刻又有人开口来劝：“闭嘴！”就在这时，那位长老终于忍不住轻喝一声，说道：“你们不开，就闭上嘴巴。”见这长老这般，那些人更是坚定地认为他就是要坑楚风了，一时之间开始对楚风暗中传音，劝楚风千万不要开这块黑晶石。可是当那长老下一句话说出后，那些人却都愣在了那里。楚风公子，我家店主交代过，你来这里玩无需花任何费用，你喜欢，老夫为你切开便是。那位长老说道。什么？无需花任何费用，随便切开？天哪，这是怎样的待遇啊？楚风这面子也未免太大了吧！一时之间，众人沸腾了，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羡慕与嫉妒。身为赌徒的他们，是多么希望也能享受这种待遇，这简直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可就在这时，宋云飞却是冷哼一声，因为那位长老的那句话，他刚好也听到了。正因听到了，他才很不平衡，因为他可是这里的常客了，但有时候最多是给他便宜一点，却从来没让他免费开过。这种待遇差别，他自然很是不爽。更何况楚风还是他的仇人，钱还是给的，不然玩起来也就没意义了。前辈收着吧。然而楚风却是执意将手中的仙武石推到那长老手中。楚风小友，真的不用。那位长老笑了笑，说话间便举起手中的黑色刀刃，准备向那块黑晶石切去。可就在刀将落下之际，楚风的手却是拖住了那老者的手，说道：“前辈，您若非要这样，那楚风便不玩了。”话罢，楚风便转过身去，准备就此离开。这一刻，那位长老则是一脸慌乱，于是看向了不远处的一道身影，那是通往第3层的入口处，在那里盘坐着一个灰发老者。这老者的头发太长了，足有3米有余，怕是比他的身高都要长。此刻他盘坐在那里，灰色长发散在一地，倒是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这位灰发老者的双眼始终是闭着的，可是却忽然开口说道：“店主的意思是让楚风公子玩得尽兴，既然他执意付钱，就遵循他的意思吧。”长老大人，属下知道了。听得此话，那位手持黑色刀刃的长老连忙点头，并且上前拉住了离去的楚风，主动将楚风手中的仙武石收入囊中。前辈，这样才对。楚风说道。而那位长老也是笑盈盈的说道：“楚风小友，老夫这就为你切开这黑晶石。”话罢，他便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黑色刀刃确切那黑晶石。他的手法很是娴熟，可却也非常小心，毕竟切这黑晶石是有着特殊方法的，切石者要尽量保证里面的仙武石保持完整，所以必须小心。楚风公子的战力和结界之术绝对没得说，可是看石头这眼光真是太差了。那长老下刀后，不少人在连连摇头，暗自在心中否定楚风的眼光，甚至有人看都不看，几乎认定这是一块废石，里面不可能有仙武石。天哪，竟然真的有！可是忽然间，有人发出一声惊呼，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而这一看，围观之人无一不是大惊，甚至就连那位动刀的长老也是目露惊讶之色。要知道，他才刚刚10几刀下去，只是切开了一面的外层，可是眼下却已经看到了金光闪闪的仙武石。看这个样子，这仙武石的体积还是不小，若是全部切开，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分量。鬼宗殿的长老手中的黑色刀刃一刀一刀下去，随着黑晶石不断剥落余的，那藏于黑晶石内的仙武石也是不断浮现。最终，这个只有1米高的黑晶石内，竟然出现了一个直径近半米长、椭圆形的仙武石。这块仙武石若是分割成正常规格的仙武石，足足可以分割成3000多颗。而楚风买这块黑晶石的价格才800颗仙武石，也就是说，楚风这一次起码赚了2000多颗仙武石。楚风少侠，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这第一次切黑晶石就赚了这么多，你这气运简直无解呀！眼下那些先前还觉得楚风眼光差的众人，竟然开始纷纷夸赞楚风，一脸的羡慕。第一次开黑晶石就开出这么好的黑晶石的，老夫在此处这么久了，倒也是第一次所见。楚风公子当真好眼力，就连鬼宗殿的那位长老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来。楚风公子，你好厉害啊，竟然开出了这么大的一块仙武石，这起码能分割成3000颗仙武石了吧？忽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一时之间，围观之人都将那直勾勾的目光投了过去。是夏雨儿。夏雨儿听到了这边的动静，便立刻走了过来，并且在他那洁白的玉手之中也握着一块仙武石。虽然这块仙武石分量也是不轻，只是和楚风这块对比，可却显得不堪了一些。楚风这一块起码能分成3000多颗仙武石，而夏雨儿手中的那一块最多也就是分割成1000颗仙武石罢了。这就是宋云飞帮夏雨儿切出来的吧？也不怎么样嘛。女王大人讽刺地说道。因为不仅夏雨儿走了过来，就连宋云飞和任逍遥等人也走了过来，并且看宋云飞那幽怨的目光，绝对是来者不善。楚风兄弟，原来你也擅长观察黑切石，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既然如此，不如咱们对赌一番可好？果不其然，宋云飞很快便开口了。
他就是为了找茬而来。尽管楚风第一次来玩赌石，但是对赌的意思楚风却也听得懂，应该就是二人各自选一块黑切石，然后再拿出一定的赌金，谁切出来的先50质量高，谁就赢。但是现在连旁人都觉得楚风是靠运气，这宋云飞却一开口就说楚风也擅长观察之法，这明显就是故意抬高楚风，然后再赢了楚风，以此彰显他的厉害，让所有人都知道楚风和他比还差得多。而事实上，楚风先前切开的黑晶石只是一个试验，连楚风自己也都觉得自己有运气的成分，如果让他再选一块黑晶石，楚风他根本就没把握。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不可能认怂，至少他不可能对着宋云飞认怂。于是楚风爽快地说道：可以，怎么赌？1万颗先50一次，而你我选的黑切石价格不可超过1000颗先50，如何？宋云飞说道：1万颗先50赌一次。我的天啊，这简直是豪赌啊！听得此话，那些赌徒眼睛都直了，甚至就连鬼宗殿的长老也都是目光变化，纷纷凑了过来。毕竟1万颗先50已经可以购买一件普通的仙兵，而仙兵的价值如何也是无需多说，很多势力甚至都以仙兵的数量来衡量势力的财富，由此可见仙兵的可贵。若是楚风兄弟嫌赌注太大，倒是也可以适当的降一降，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宋云飞笑眯眯地说道，这话更加的讽刺，他是在讽刺楚风穷，讽刺楚风赌不起。其实换做之前，楚风可能也觉得这个赌注的确很大，可是现在，楚风乾坤袋内的仙50怕是足以把宋云飞吓破胆。不必，就这个赌注吧。楚风爽快应道。好，果然爽快，看来楚风兄弟的确是掌握着看着黑切石的方法的。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见楚风答应，宋云飞顿时喜出望外，就连眼光都变得明亮，连内心都变得激动。之前在楚风那里吃亏，让他颜面扫地，这件事甚至让他一直失眠到了今日，足以看出宋云飞对楚风的憎恨。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他自然很是激动。随后楚风和与宋云飞便各自挑选了一块黑晶石，至于价格都在1000颗先50。挑选后，二者分别由各自的服侍长老切割黑晶石。这一刻楚风还好，因为他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他只是进行一个测试而已，测试一下自己的观察方法是否有效，若是无效便重新改良。毕竟楚风自己很清楚，他开的第一块黑晶石其实运气的成分很大。可尽管楚风没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围观之人却是一脸的期盼。正所谓看热闹的不怕事大，正是如此，更何况这是两位天才的对决，人们自然也就更加的期待了。随着两位长老的切割，最终的结果也终于浮出水面。宋云飞成功的开出了一块先50，虽然分量不是很大，只是保了一个本，可是相比于楚风，他还是赢了，因为楚风的那块黑晶石里面空空如也，竟是一块废石。楚风兄弟，看来你这次看走了眼啊！宋云飞用那讽刺的嘴脸看着楚风，赢了楚风一次，他简直都快要笑开花了。且说话的时候还时不时的看夏雨儿一眼，生怕夏雨儿不知道他胜过楚风一般。对于这个结果，楚风却很是平静。只见其手掌自乾坤袋划过，下一刻足1万颗先50便自乾坤袋内取出，飘向了宋云飞。这也太豪气了吧！见此一幕，那些赌徒眼睛都发光。1万颗先50，楚风竟然不痛不痒的就给了宋云飞，这等气魄，怕是他们这辈子都不具备。楚风兄弟，要不然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些赢回去。宋云飞说道。继续，楚风说道。在此之后，楚风又连续和宋云飞对赌了9次。尽管在此之后，楚风从未开出过废石，可是却也是未能胜过宋云飞。至此，楚风已经连续败了10次，不算购买黑晶石的钱，单是输给宋云飞的，就足有10万颗先50。此刻，宋云飞的那张脸简直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他非常的得意，也非常的爽快，就有一种大仇的报，畅快淋漓的感觉。楚风兄弟，还要继续吗？宋云飞对楚风问道。云飞，够了。就在此刻，久久未语的新一长老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事到如今，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宋云飞的确是掌握着某种观察黑晶石的手段的，但是楚风却不具备这种手段，继续赌下去，楚风只会继续输。而旁人都看出来了，宋云飞岂会看不出来？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和楚风赌，那就明摆着是欺负楚风了。不得不说，宋云飞此刻的行为实在是过分了一些。新一长老，我在与楚风兄弟对赌，赌或不赌都要看他的意愿，而不是我呀。万一他想赢回去，而我却不赌了，那岂不是显得我宋云飞很没气度？话罢，宋云飞再度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还继续吗？你若继续，我奉陪到底；若是不继续了，那咱们就此作罢，一切听你的。谁曾想，这宋云飞居然连新一长老的面子都不给，看来他对楚风的憎恨当真是极深，非要让楚风输个底朝天，非要让楚风亲自服输才肯罢休。这一刻，有许多人暗中传音，叫楚风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因为面子就继续和宋云飞对赌，毕竟那输的可是先50啊。但是楚风岂能就此认输？那岂不是合了宋云飞的意？可是就在楚风准备开口要和宋云飞继续对赌的时候，一只柔软的手掌却是忽然抓住了楚风的手臂，是夏雨儿。楚风公子，不要继续了，夏雨儿说道。而在夏雨儿开口后，宋云飞的脸色忽然就变了，原本得意的他顿时变得极为不爽，于是以一种极为不耐烦的语气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男子汉大丈夫，赌或不赌，你给句痛快话，磨磨唧唧的，简直像个娘们。此话一出，莫说新一长老和夏雨儿，就连鬼宗殿的长老和围观之人也都是神色变化，这也太过分了，这话简直就是在侮辱楚风。可是相比于众人，楚风却是不以为然。
说道：“赌，当然要赌，只是这赌注却要改一改，降价是吗？”“可以。”宋云飞说道。“不是涨价。”楚风说道。“涨价！”此话一出，众人一脸诧异，这楚风是怎么了？已经连续输了10次了，竟然还要涨价，他是怎么想的？莫非是疯了不成？此刻，就连宋云飞一脸茫然，问道：“涨价？你确定你是要涨价？”“没错。”楚风很是肯定地说道。“你想涨多少？”宋云飞问道。“1次10万颗仙武石。”楚风说道。“1次10万。”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甚至就连这赌石场内看守那通往第3层入口的挥发老者，也是猛然睁开了双眼。所有人都看向了楚风，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疯了！这楚风简直是疯了！这哪里还是对赌？这不是在给宋云飞送钱一样吗？楚风公子，你……这一刻，夏雨儿便立刻向劝楚风。在他看来，楚风已经开始意气用事了，否则不可能提出涨价到10万颗仙武石。可是夏雨儿还未开口，楚风却忽然看向了夏雨儿。楚风什么都没说，而是轻轻地拍了拍夏雨儿那抓着自己手臂的手。此一刻，夏雨儿则是愣住了，她竟从楚风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抹自信。这种自信，夏雨儿曾见过，在楚风准备和梁秋姐妹比拼结界之术的时候，她就曾见过。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楚风，包括夏雨儿也不看好楚风。可是楚风却偏偏胜过了梁秋姐妹。这种情况下，她也是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劝楚风了。楚风，你在做什么？可就在这时，一声怒喝忽然响起，是宋云飞。楚风，把你的臭手给我放开！我星陨圣地圣女，岂是你能乱碰的？宋云飞指着楚风怒斥道。原来他如此愤怒，是因为楚风正在摸到了夏雨儿的手。这一刻，夏雨儿也是忽然反应过来，赶忙将自己那洁白的玉手抽了回去，并且还倒退了2步。而在那张倾国倾城的脸蛋，也是在这一刻变得通红。我碰的又不是你，你激动什么？楚风对宋云飞说道。你这家伙真是放肆！楚风摸了夏雨儿的手，竟然还不以为然。宋云飞整个脸色彻底变了，甚至在那一刻，他的杀意都散发而出，这就是要对楚风动手的打算。宋师兄，没事的。可就在这时，夏雨儿却是开口了。师妹，你……听得此话，宋云飞差点没一口心血喷出来，他真的是被气坏了。唯有他知道，他曾多少次想要接近夏雨儿，想要亲近夏雨儿，可是夏雨儿一直对他避之又避。与夏雨儿接触这么多次，他连夏雨儿的衣服都没碰到过，就更别说是那洁白的玉手了。但是现在，楚风不仅碰到了，夏雨儿居然还说算了，这他岂能容忍？10万颗仙武石赌一次，对不对？好，我成全了你。来，咱们这就开始。盛怒之下，宋云飞对楚风说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楚风继续了，他想要教训楚风，他想要报复楚风，他想要出一口恶气。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楚风继续对赌，让楚风输得倾家荡产。决定之后，楚风便与宋云飞再度挑选黑晶石。这一次，宋云飞如同之前一样，他很快便挑选出了一块黑晶石，只是楚风则是放慢了速度。这一次，楚风所用的时间是宋云飞1倍还要多一些。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楚风已经渐渐掌握了使用天眼来分辨这黑晶石的诀窍。这一次，楚风想要赢，然而他却也无法确定自己的观察能否准确。这种情况下，所花费的时间自然也就久一点。然而，楚风的意图，宋云飞显然并不知道。在他的眼中，楚风依旧是待宰的羔羊，只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哪怕楚风精心挑选的黑切石摆放在了他的面前，可他看楚风的目光依旧很是轻蔑。楚风兄弟，这次居然挑选了这么久，看来是铁了心要赢我宋云飞了。难怪你要加重，真是狡猾呀你！尽管明明看不起楚风，可是宋云飞却还是挖苦起楚风。没错，他就是要抬高楚风。只要将楚风抬高之后，那么当楚风失败之时，才会败得更加难看。然而，对于宋云飞的挖苦，楚风却是淡淡一笑，并未理会，而是对鬼宗殿的长老说道：“前辈有劳。”随后，2位长老便分别切割起楚风和宋云飞的黑晶石。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格外的明亮。一时之间，除了手起刀落、切割黑晶石的声音外，竟然没有一丝杂音。不，还有杂音，那是心跳的声音。许多人在观看之际，心跳都加快了起来。这也不怪他们，毕竟这可不是简单的对赌，而是赌注达到10万颗仙武石的豪赌啊！然而，连围观之人都变得紧张无比。那宋云飞却是一脸的淡定，他几乎确定楚风输定了，因为以他的经验来看，楚风的那块黑晶石就算蕴含着仙武石，可是体积也不会太大，楚风不可能胜过他。可是当二者的黑切石被切开之后，那宋云飞却是目光一动，原本一脸轻蔑的他有些不淡定了。不仅他不淡定了，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淡定了，因为楚风那被切开的黑切石很快便出现了仙武石。尽管宋云飞此次也开出了仙武石，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楚风更胜一筹。这一刻，宋云飞傻眼了，他简直从来没想过他会输，所以眼前的结果让他难以接受。毕竟这一次赌注翻倍了呀，翻了足足10倍，也就是说，他这一次的输要将先前从楚风那里赢去的所有仙武石全部归还于楚风。尽管赢了10次，可是只要输这一次，他就什么都没了。宋兄，这一次看来是你输了。见宋云飞面若呆鸡一般的愣在那里，久久不语，楚风不得不开口说话。楚风是在提醒他，你都输了，还不快快交出赌注？哼，催什么催？难道我宋云飞像是输不起的人吗？宋云飞冷然一笑，随后便将足足10万颗仙武石取出，归还于楚风。随后，宋云飞说道：“楚风兄弟，你可莫要赢一次就跑啊！别急，我楚风可没说过我不赌了。”楚风说道：“好，既然如此，
那咱们继续。宋云飞冷声说道。随后，楚风和宋云飞便继续挑选黑晶石。这一次，宋云飞不再像先前那般随意，而是开始认真的挑选黑晶石，而楚风也同样认真起来。这一次，二者挑选黑晶石竟然用了足足1个时辰。不过好在，最终二人都是寻得了自己心仪的黑晶石。当2块黑晶石开始切割的时候，就连许多围观之人都变得紧张起来。毕竟，不管哪一方输了，可就要拿出10万颗仙武石，这个数量可是太吓人了一些。而伴随着黑晶石切割开来，原本还尚且自信的宋云飞竟然也是有些慌了，因为这一次他和楚风选择的黑切石刚刚切割开来，便全都浮现出了仙武石，并且伴随着黑切石不断剥落，那其中的仙武石原型也是渐渐浮现，竟然是不相上下。原本他以为他精心挑选的黑切石能够稳赢楚风，毕竟在他看来，楚风能够赢他靠的纯粹的是运气。可是现在的情况却让他有些发毛了。楚风就算是靠运气，那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最终2个黑切石彻底切开，而二者的仙武石除了形状有所差别之外，分量几乎相同。楚风公子，你太厉害了，竟然连续挑选出如此高品质的黑切石。这一刻，一道惊呼响起，是夏雨儿。楚风少侠，恭喜恭喜，足足10万颗仙武石，你已经到手了呀。与此同时，在场的围观之人也是纷纷向楚风祝贺。尽管从表面来看，2块仙武石几乎一样，可是在场的什么人啊？这可都是修武者，他们单用眼睛就可以看出究竟是哪个更胜一筹。尽管真的只是更胜一筹，可是却也是楚风赢了。恭喜什么？你们怎么就知道是他赢了？宋云飞很是不悦地大吼一声，他这一嗓子下来，顿时让众人闭上了嘴巴。毕竟宋云飞可是星陨圣地的圣子，在场敢得罪的他的人确实不多。宋公子，这就没意思了，难道你看不出来楚风小有的那1块仙武石分量更重一些吗？可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声音忽然响起，是那位为楚风切割仙武石的鬼宗殿长老。哼，若是用眼睛看管用，还要仙武称做什么？宋云飞冷声说道。所谓仙武称，是专门用来称仙武石的重量的。尽管身为修武者，肉眼已经可以判断重量大小，可是仙武称却仍然是最公正的评判手段。既然你不死心，那就用仙武称来量一下吧。鬼宗殿的长老取出了所谓的仙武称，而经过衡量，果然还是楚风的那块仙武石更重一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若非要说的话，大概也就是半颗仙武石的重量。这可把宋云飞气坏了，气得他双拳紧握，咬牙切齿，那双眼睛都变得通红。只是区半颗仙武石的重量，这输的也太冤了。宋兄，怎么了？若是你的仙武石不够，那就算了吧，反正只是玩一玩，你输不起，我就不要了。楚风对宋云飞说道。尽管楚风这话是笑着说的，可这话语之中却满是讽刺之意。哼，区10万颗仙武石而已，这对我宋云飞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宋云飞说话间便取出了10万颗仙武石，尽管嘴上说着无所谓，可是他的脸上分明尽是肉痛之色。10万颗仙武石啊，哪怕他是星陨圣地的圣子，可是这个数量的仙武石他却也做不到不在乎。楚风兄弟，你这运气可真是不错啊，居然连续赢了我2次。尽管输了，可是宋云飞却也是忍不住讽刺起楚风。宋兄，你这就没意思了，先前和我对赌之前还说我是掌握着观察的手段呢，怎么现在我赢了就说我是靠运气了？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你不靠运气可以赢我？宋云飞眉毛一挑，讽刺地问道。直到此刻，他仍然坚定地认为楚风能够胜他，靠的就是运气。看来你是坚定地认为我能赢你就是靠运气，我输给你才是理所应当。这样说来的话，你为何还要找我对赌？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宋兄啊，宋兄，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楚风之前还真是高看了你。楚风摇着头说道。听得此话，宋云飞气得脸色煞白，明明自己已经输了10万颗仙武石，可是楚风竟然还侮辱他的人品。最重要的是，看众人那目光也都赞同楚风的想法。这种情况下，他真是百口莫辩，想狡辩都没办法狡辩了。一时之间，宋云飞简直气得心肝脾肺都快要炸裂开来。输了那么多仙武石，却还要被人侮辱，这换作是谁，怕是都承受不了。